先安装左边这根杆子，这斜的朝前面。这个有一个平面朝里面，把这螺丝先锁起来。螺丝可以上紧，把这杆子扶正了，把这螺丝上紧。这个有写左右哈，先安装左边这一个，把它套上去，插到这个洞里面去。然后把这个螺丝给它锁上去。还有一根锁在这个位置，它这边有画了一个圆圈，就锁在圆圈这个位置，可以把它上紧。然后现在上另外一边，上另外这边，把这个先套上去，对着这个洞，然后再把这个洞再套到这个里面去。可以先把上面这个螺丝上一下，再来上下面的螺丝。然后把它上紧，把这杆子给它扶正，然后这个杆子跟那边杆子要垂直平行，这个螺丝也给它上了。现在我们来上这个打码机，这个打码机是这个方向的，先看方向，然后给它塞进去。塞进去的话要向上靠平，上面靠平，然后里面这个洞靠到位，直接靠到位，现在我们把螺丝穿上去，我们把这个打码机上面这个位置对平，然后把它往后靠，靠到这个孔的尽头，把这螺丝给它锁紧，两边一样。现在我们装一下光标。然后上另外一边，这平面跟这个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平面。这边也跟它上一个同样一个位置，上对称就可以了。然后这一根杆子是放在这个位置，这个杆子是活动的，上下是活动的。再来，我们的前面还有一根杆子，这还有一根杆子。这杆子可以直接上紧。现在我们来上这个包装膜。这个电机一般就是这个方向，它不会动的啊。这个有一个固定的卡扣，它是固定死的。这个也是固定死的。你要放一个平垫，再放一个弹簧，然后把它穿过来。这个膜是这个方向的，这样穿过来。穿过来以后，我们再把这个套上去，再把它套上去。这边压住。再把这个套上去锁住，这两边要顶住，顶死锁住，然后把我们的膜放上机器，
啊，发动机器这个是朝这个方向的，一定要再看一下。这螺丝给它锁紧，螺丝直接锁紧。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膜安装上去，啊，把这个膜往下拉一段，再给它对折，剪一个三角形。剪一个三角形。然后我们的膜先给它穿过打码机，啊，因为我们要通过打码机才能打印，穿过打码机，然后再穿过这个平板，绕到这个打码机的有一个圆杆后面，再给它向后拉，拉到我们后面的上方一根圆杆。再拉到后面这根圆杆后面，这样子再往上拉，再向下拉，然后我们上面的膜稍微给它送一下，啊，上面膜稍微送一下才拉得下来。我们先把我们那个旧的膜先给它拿掉，把这个按钮按进去，向开的方向打开。把它拉掉，把膜穿进去，啊，这三角形从这边穿进去，这两边整理一下，向下拉。这上面我们给它拉一下，不然拉不动。上下同时拉一下。那膜穿过这一边，再向下拉。啊，上下同时配合，给它往下拉，先拉下来。啊，拉到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膜先给它往前方拉，膜往前方拉，拉到差不多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杆要穿在里面，把这杆子拿出来，穿过来，再给它放进去，啊，这部分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穿的，这膜过来，绕到这边打码机下方，走到后面去。那我们现在把电机可以装上去，啊，那再试一下这个电机，啊，那个电机有在动啊，这个只要感应器一抬起来，电机就有送带子。现在我们把它这个膜给它塞到这两个轮子的中心。这两个轮子中心给它夹合起来，再给它夹合起来。然后这个电机下来的线，它这边有写的一个拉带电机，这个电机线给它插这里。这个感应器就是接近开关，这个接在这里。啊，这个给它接起来。这个光标，这是光标的线，光标的线它这边写着一个光标，光标给它安装在这里。这是打码机的控制电源盒。
这两个是要打到开的方向，温度给它调到150左右。好，然后我们来再给它接上这些电源。我们只要对准它的孔啊，它每一条线孔都不一样，对准它的孔给它钻起来。对着它的孔装起来，这个是电源线，这个等一下插在电源上面。这两条有一条是这个打码机，插在打码机这个位置，这个是插在打码机主机上面。那这打码机安装就安装好了。那我们这个给它插在我们的排插上面。打码机插在排插上面。这个机器的话，我们给它连接上电源。机器连接上电源。这是料筒，我们先放一个垫子。再把这个料筒放上去，放吻合了，然后再通过这个扣子把它固定锁紧了。现在我们可以打开机器的电源。接上空压机的气，气管直接从这边插进去就好。接上空压机的气，然后这是一个开关，这是打开器，这是一个开关打开。看一下这个压力，要达到最少5.5到6个，这个压力。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设置温度，这个是上温下温。这是长度，我们一般这个温度都是设置140，如果这个风口不够牢固，再往上加，一般都是140，下面这个先不用设置，140，我们等它的温度上来，先等这个2个温度上来，刚才的温度到了现在我们先按这个切带，让它后面这个封边先给它封一下。我们再来按这个点动，点动切上5个带子。切上5个带子，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风口，会不会漏气？这种不漏气的情况下，就证明说我们的温度这些设置已经可以了就是它那个带子风口效果已经可以不漏气。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调试它的光标。现在我们来穿一下这个光标的这个膜我们要把这个膜塞到这个铁片的下方。把这铁片塞到这个2个铁片的夹中去，中心去夹住，塞到2个铁片的中心夹住，这样子，这样去穿这个包装膜，看一下。好，看一下下方，
这个指示灯呢，就是射灯射在这个白色点的位置，白色的其他位置的时候，它这个指示灯是亮的。那我们如果把它这个拉到这个黑色点的时候，这个指示灯就应该是灭掉了啊。它要调到这样子。如果说它这个指示灯如果不准的话，我们就要去转动它，调整到让它对到这个黑点的时候，灯是灭的，离开的时候灯会亮。再看一下。它必须要调到这样子，如果没调好，就要去转动这个旋转钮来配合。那我们现在来调一下面板，面板这个菜单点一下，移动到这个长度，移动到这个长度，把这长度给它减到001，长度减到001，向下翻。把这个光标这个选项给它打开，啊，这个打开，然后确定一下。现在我们测试几个带子，点动来测试带子。我们点个2、3个带子。这样我们看一下切的位置在哪里，切在这里，那就是它这个距离，它图案不是标准的。我们呢可以通过加这个长度，菜单点一下，我们来加这个长度，给它加个10几，再来测试一下这个带子切到哪里。这样距离还是差的比较多，我们再把这个长度再给它加上去，再切几个带子看一下。这样的话，它这个离目标比较近了，证明说这个数字还不够，我们再给它加一下。那现在我们这个图案就已经是标准了，啊，这个图案已经标准了，有切到这个黑点，就证明说我们这个光标已经调试好了，这光标调试好了，这光标调试好了。